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曾舜晞大庭广众想亲白鹿，一场占有欲风波背后藏着娱乐圈的情感表演与真心边界。那一幕发生在一场综艺录制现场，曾舜晞和白鹿并肩坐着，氛围轻松，笑声不断。游戏环节刚结束，白鹿随口开了个玩笑，镜头捕捉到曾舜晞微微前倾的身体，目光的聚焦，以及那一瞬间的靠近，仿佛要亲过去。全场惊呼，嘉宾笑闹，主持人调侃。那一幕持续不过几秒，却在网络上掀起了轩然大波。曾舜晞是不是太大胆？他这是综艺效果还是真动心？白鹿看起来有点害羞，但也没拒绝。双引号，短短几帧画面被网友反复放大、剪辑、传播，视频标题迅速冲上热搜榜。曾舜晞大庭广众想亲白鹿，双引号。而紧接着，一系列关于两人互动的片段被重新翻出，从眼神到语气，从站位到小动作，每个细节都被放在显微镜下审视。这并非两人第一次被热议，自从合作古装剧《云之羽》以来，白鹿与曾舜晞的荧幕化学反应就广受讨论。他温柔聪慧，他坚毅深情，戏里的对视一度被网友誉为年度最有张力的眼神对戏。剧集播出后，两人频繁一同出现在宣传活动中，从红毯到直播，从路演到访谈，粉丝们渐渐形成了鹿晞 CP 的讨论氛围。他们的互动有一种微妙的平衡，既不像刻意营业的情侣档，也不是冷漠疏离的搭档。曾舜晞常在镜头前护着白鹿，说话留意他的反应，白鹿则笑着打趣他，有时候一句轻轻的调侃就能引出他真诚又有点笨拙的笑。观众喜欢看这样的真情流露，而综艺节目也深谙其道。于是，在某种程度上，节目组会主动营造暧昧氛围，让鹿晞之间的火花更显自然。然而，娱乐圈的化学反应一旦被过度放大，就会变成情感表演。除了那次想亲的画面，节目里还有一段争抢环节，也成为了网友热议的焦点。在一场分组游戏中，主持人要求嘉宾选择搭档，白鹿还未开口，曾舜晞就率先走上前，半玩笑半认真地说：“他跟我一组。”双引号。这句话引来哄堂大笑，有人起哄：“你这是抢人呢！”曾舜晞略带笑意，但语气坚定：“当然要抢啊，不然别人选走怎么办？”双引号。镜头切到白鹿，他愣了一下，随后笑着拍了拍他：“你别这么急。”双引号。短短几秒，却让人看见一种隐隐的占有意味，不是恶意的控制，而是带着少年感的执着与保护欲。正因如此，这段互动被网友反复解读。有人说他真情流露，是嘴上逗，眼里真；也有人批评他过于主动，缺乏对女性的边界感。其实，这种节目中的情感暧昧一直是观众最矛盾的观看点。一方面，人们希望看到真实的互动，喜欢那种不经意的眼神与默契；另一方面，大家又害怕越界，担心表演变成现实的干扰。在这期节目播出后，社交平台上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。支持派：他俩太有感觉了，这不是营业，是自然的情感流动。曾舜晞那眼神是真喜欢吧？不像演的。双引号。理性派：节目效果罢了，演员本来就要懂得情感营销，别再磕真人 CP 了，会害人家的真实生活。双引号。批评派：他那种占有欲的玩笑有点太重了，不该当众那样。综艺可以亲近，但要尊重界限。双引号。三种声音交织在一起，构成了当下观众复杂的情感生态，既渴望真情，
又害怕被假戏真做欺骗。要理解曾舜晞的表现，必须回到他一贯的性格与公众形象。从出道以来，曾舜晞就以真诚、直率著称。他不太会圆滑说话，常常在节目中因为一句实话登上热搜，有人觉得他坦率，有人觉得他情商低。在拍戏时，他对搭档投入度很高，甚至被导演评价为太入戏。在与白鹿合作期间，许多幕后花絮显示他会主动照顾她，帮她提裙摆、递水、让伞，这些举动在粉丝眼中是绅士风度，在黑粉眼中则被解读为讨好或刻意亲近。所以，当他在节目中表现出强烈的占有欲，这或许既是性格的自然反应，也是娱乐语境下的一种强化表达。综艺需要情绪张力，演员懂得如何放大情感以吸引镜头。在那种氛围里，真实与表演之间的界限本就暧昧。如果说曾舜晞是主动的一方，那么白鹿的表现则更像是一位柔中带刚的掌控者。他并不回避对方的亲密举动，但每次都能用幽默的方式轻轻带过。当他靠近时，他笑着挡一下；当他争人时，他巧妙地转移话题；当主持人调侃时，他顺势接梗，既不尴尬，也不让对方难堪。这种反应恰恰体现了白鹿在娱乐圈的成熟与智慧。他深知观众喜欢暧昧感，但也懂得保持自我节奏，不让任何情绪走向失控。某种意义上，白鹿比很多人想象的更清醒。他既能维持 CP 的热度，又能守住自己的边界。纵观这场曾舜晞对白鹿的占有欲风波，其实可以从3个层面来看待。真情层面，演员间的情绪共鸣；长期合作、频繁互动、彼此信任，确实容易产生一种心理亲密。这种情感并非爱情，而是一种演员间的共鸣。它能让对戏更自然，也容易在镜头前化学反应强烈。表演层面，综艺的情绪放大术，节目组往往会利用剪辑、配乐、慢镜头等方式强化情绪。曾舜晞的靠近可能只是一瞬，后期却通过重复播放、特写、配字幕等方式放大了暧昧氛围。镜头语法层面，观众被引导的阅读，镜头从谁的角度切入，会影响观众的情绪判断。如果镜头聚焦在白鹿的表情，观众会觉得他被主动靠近；但若镜头聚焦在曾舜晞的眼神，则更容易被解读为深情的冲动。这就是娱乐镜头语言的魅力，同一场景，不同剪辑，能制造完全相反的舆论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次事件还引发了一场小型的性别话题讨论。有女性观众指出，哪怕是综艺，也不能忽略女性的舒适感。玩笑归玩笑，肢体距离要尊重。双引号。而另一部分观众则反驳，他们都熟得很，这只是节目互动，太敏感反而让娱乐失去了自然的趣味。双引号。这场分歧反映了当下年轻观众对性别边界的新态度。在过去，男艺人的主动靠近常被视为浪漫，但现在越来越多的观众开始关注被靠近者是否愿意。白鹿的轻描淡写其实是一种智慧的回避，它让节目继续有趣，同时也用行动守住了女性的主体感。在镜头前的情感，不论真假，终究都是被包装过的。综艺的本质是有脚本的即兴。曾舜晞和白鹿的互动之所以引人入胜，不仅因为他们的颜值与默契，更因为观众在他们身上看见了真情与表演之间的张力。那一瞬的想亲，或许不是冲动，而是节目效果，但观众仍愿意相信那里面有一丝真实的心动。娱乐工业的精巧之处就在于它能让人心甘情愿地被感动，即使知道那可能只是幻觉。当热搜散去，当短视频被新的话题取代，回望这场风波，我们也许该问：我们为什么如此在意一场想亲的片段？
是因为八卦，还是因为那短暂的情感投射？或许观众在他们身上看到的是自己，那种在暧昧边缘试探，既渴望靠近又害怕越界的矛盾心情。在这个被镜头主宰的时代，真心与表演早已难以区分。但只要那一瞬的情感能打动人，无论是真是假，它都属于这个时代的真实情绪。结语：曾瞬息的占有欲并不一定是情感越界，它可能是年轻演员真性情的自然流露，也可能是综艺节目精心策划的情绪设计。白鹿的从容与智慧，让这场风波既有热度又不失分寸。而对观众而言，这既是一场娱乐的狂欢，也是一面映照现实人心的镜子。在光与影的交织中，他们演出的是故事，我们看见的却是人性。